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炸串都可以卖到这么贵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炸串是日本很受欢迎的一种民间小吃，它现在居然都有米其林了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我们其实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一串。床前明月光，肚子饿得慌，举头望明月，还是炸串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是想吃一点比烧鸟更清淡，但是又比天妇罗更香一点的东西，那就只有这家了。这让我们命中注定要吃炸串。初めてです。でも以前は麻布行き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。あ、これはコラボですか？口风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かった。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会吃到的食材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是一杯解腻用的生菜叶子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米其林的精髓，装就完了。然后是泡菜，我们直接跳过吧。第一串是秋葵虾肉脆饼，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其实一点都不像炸串，饼皮很薄，中间裹的虾仁跟秋葵。秋葵稍微有点黏，但和虾肉的适配度很高，吃起来是咸鲜的口感。对，就是炸馄饨。下面这串我特别喜欢，炸的牛脸肉，第一口下去的感觉就是煮烂的牛舌，肉里面的热油一下就渗到了嘴里，基本上没什么吃感。然后这一串是极品香菇包猪肉，这个串一口下去，上巴和下巴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挤一点臭橙会更香。咬开那层薄薄的外壳之后，就是那个油香多汁的肉馅儿，再是柔软的香菇肉，香菇的汁水和肉汁融为了一体。炸串吃的是真的香，但也是真的油，我现在就已经是油光满面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一是龙虾，虾头和虾胗是分开炸的，这跟天妇罗有什么区别？它这个虾头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薄薄的薯片。虾身就炸得很嫩，再加上那个薄薄的面包糠，酥脆弹三种口感集为一体。好肥啊！今天的每一串都是咔吱咔吱的，包括这个鲜笋，炸鲜笋就是软中带脆，简单的调味还能激发出鲜笋本来的清甜，还不会喧宾夺主。接下来是扇贝肉，这个蘸一丁点芝麻酱就好了。咬开酥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弹牙的贝柱，它这个贝柱的块头有够大的，再用里面蘸一点芝麻酱，两种甜味，好开胃啊！海鲜的那种甜味就真的很治愈啊。接下来是蚕豆，我还以为日本人不吃这个东西呢。炸的蚕豆一个字总结就是臭香。成都人吃到这个会很开心哎。这个是亲嘴鱼肉卷小嫩葱，亲嘴鱼本来没什么味道，炸过之后就恰好衬托出了它那个肉质的鲜美，蘸一点甜酱和葱的味道更配。然后上了一碗荞麦面，还是抹茶味道，上面是山药泥和海苔丝儿。这个是芝士裹着小番茄炸的，培根的熏味还挺配芝士的奶香。这个很可爱的是小乌贼，它一口下去真的就会爆汁，就像在大海的口中化开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贵宾。最后一串压轴大鲍鱼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拿杏鲍菇在糊弄我们？但鲍鱼那种弹牙的胶质感是骗不了人的，嚼着很过瘾，但是它就只是鲍鱼的味道。虽然压轴，但并没有多惊喜，还不如最后一个甜品红豆年糕抹茶冰淇淋，炸的熟透的红豆配上稠稠的年糕，那种奶心融化的感觉是有了。话说我吃到现在，整个脸还是清清爽爽的。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卡玩意儿真贵啊！我是不是又被米其林 PUA 了？今天我震惊了，原来在家里烤和牛可以这么好吃，感觉自己在外面被骗了很多钱。你们看看过去的账单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过说回来，日本人敢把和牛卖这么贵，还不是这样的只有他们的卖，气死我了。正好最近很多餐厅都关门了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哼，今天我们就是要自己做，让这些餐厅都倒闭。锄禾日当午，烤肉最靠谱。吃烤肉首先需要一只柴犬，然后再是买和牛。超市的和牛分为很多种，买这种 A5 的就可以了，稀少部位也不错，价格在100块一盘，比外边便宜多了。结账的时候买了这么多，到家了先别慌，给锅刷上油，接着轻轻的铺上一片厚切的和牛牛舌。你们看这个粉嫩的感觉，它就是劲道与绵柔的化身。烤到这种边缘微微卷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味道最好的。千万不要烤得全熟，那样就会很硬。这个也是我在烤肉店偷学的，呵呵。然后是这种寿喜烧的肉，烤肉店一般没有，但是它烤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滋啦滋啦的，烤了差不多7分就可以了。这种油多的肉铺在米饭上最合适了。自制和牛卷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哦！我发现还好有真快乐 APP， 才能让我这种厨艺小白快速获得了做米其林菜单超能力的厨具。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在餐厅里经常看到的一个菜——和牛寿司。好的餐厅一般会有牛的腋下这个部位，因为这个部位特别柔嫩，它带着淡淡的肉香，不会喧宾夺主，也就不用担心它会盖过寿司米的酸甜。哇！其实你们也可以来真快乐挖掘超能力肉，这一块是稀少部位，牛的上腹肉。资料上面说这块肉脂肪比较少，但是和牛的脂肪也不会少到哪儿去，它的肌肉纤维很短，这个我建议是后切。这个巨甜哦，这种弹牙的肥肉谁不爱呢？然后我们再来还原一道菜，就是和牛三明治，它必须得用上等的里脊肉，烤好之后叠在三明治上面，它现在都可以挤出肉汁来，切开之后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肥肉。真的好扎实啊！但我发现比起里脊肉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肥肥的牛腹肉，因为牛腹肉在嘴巴里面咀嚼2-3次之后，那种油脂和肉汁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太上头了。再塞一大块米饭，最后一定还要尝试这种牛肩肉。我们稍微腌了一下，4个字形容就是滑嫩紧实。我看老美那边有人喜欢在肉上面加薯片，我们也来试试。我们选的是玉米黄油味的薯片，怎么跟你是一个色呀？很韧，这种又脆又韧的感觉，你一定要尝试。蒜片的平替，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好快乐呀，卡玩意儿！我的妈呀，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一口下去。
哇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又要吃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。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おしゃれ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淡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备注加上生和牛，还有它是寿司呀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，真的是商场如战场啊！说回刚才这盘生肉，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，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厚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真满足。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要不我就请你吃烧鸟吧。今天肯定又会有人说啊，你怎么又来吃烧鸟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我太馋了。这个鸡年龄肯定很小。为了吃今天这家店，我们又连夜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阪。咱们就是说大阪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多烧鸟店？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。到了啊，火锅ですよね。第一个菜是这个方盒子。它是一个擦手布，它入口即化，它鲜嫩多汁。这什么啊？无语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鱼子鲍鱼，真奢侈。这个是油菜吗？感觉好久没吃到过了。鲍鱼再配上一点鱼子，好腥啊！接着是前菜大拼盘，一碗芥末小鱿鱼，还有一碗像鼻涕一样的透明带鱼，一小碗海胆豆腐脑，居然是甜口的，还有一小块鲷鱼烧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师傅真的很赶，第一串马上就端上来了，平平无奇的半熟鸡胸肉，却给我们上了一盘印度辣椒粉，这个辣度比六婆变态多了，直冲天灵盖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肉团子，非常的嚣张，没有任何配菜，但是我一口下去，牙齿都能感受到里面鸡肉的细腻，而且当你慢慢咀嚼它的时候，那个肉汁和孜然香在嘴巴里面反复回旋，里面还有一些脆骨粒，腌制过的肉香会直冲你的鼻腔。这个应该是最近得分最高的一串。下一串是鸡脖子肉，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出来这个鸡生前应该经常做脖颈运动，肉嫩爽弹，它像鸡脚筋和鸡腿肉的结合，就是肉中带筋，筋中带肉，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初吻啊！接下来这盘菜叫长命百岁，活到150，再来一串整整齐齐的鸡心，这一串也烤得特别好，血管的部分已经烤得焦脆，你不仅能吃到肉的弹性，还能吃到鸡心爆汁的回甘。怎么说呢？大概就是汁水炸裂，灌汤鸡心说的就是它。这个是全鸡上下脂肪最充沛的地方，它的屁股破开焦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一块极其肉厚的固体脂肪等着你，是一只幸福的鸡呢。接下来是鹌鹑蛋，师傅说每个蛋的火候都不一样，最上面那颗是糖心，中间是半熟，下面是7分熟，然后因为它是卤过的，就特别入味。但是下一串是鸭肉，真的栓 Q， 但我也因此发现烤鸭肉很像那种嚼不烂的牛蹄筋，看着很香，但是最后无奈也只能直接吞进去。下一串也是常驻嘉宾烤鸡翅，其实我吃烧鸟并不喜欢吃有骨头的，但是每次啃鸡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太丰富了，又脆又有嚼头的鸡翅皮和别的部位的鸡皮完全不一样，有炭火气息的鸡皮和鲜嫩多汁的翅膀肉组合在一起，哇，那个真的太绝了！而且骨头上面的肉越啃越香，嗦骨头特上头，这个鸡肝看着就有酱香十足，咬破皮之后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内脏的甜味儿，这种叫什么？像是沙沙的空气感，生软的力道，里面就像那个稀泥一样。接下来是一盘金色炸鸡，它的外壳非常的蓬松酥脆，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面粉。
它肉上还挂着油脂的鲜美，主要是这个油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但是烤饭团这种东西，我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，吃起来像是煲仔饭最外面那层锅巴，不过里面咬开之后还是冒着热气。吃了这么多，再来个日式小火锅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量也是吃到天灵盖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哇呀。